大家好，我是 Uki。我们来谈谈说 DNA 有什么重要性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先从人的身体一些状况来讲起。你可能有时候会摔伤，然后过几天，伤口就好了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当然我说的是一些小伤口啦。如果你今天很大的伤口，可能就没办法几天就好，甚至可能，比方说，锯掉一只手、锯掉一只脚之类的，那恐怕就没办法补起来。但是跌倒的时候一些小擦伤，几天就好了。这是怎么进行的呢？我们身体是如何来修补这些伤口的呢？那我用一个图来表示一下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的伤口 ，V 字形的地方是我们的伤口，那旁边会有细胞，中间这是伤口。好，那伤口怎么修补好的呢？其实是靠着伤口两旁的这些细胞产生一些新的细胞来修补这个伤口，把这伤口慢慢把它填补起来，修补起来。那这样子你就慢慢愈合，这样子伤口就好了。这个产生新细胞愈合的过程，我们称之为细胞分裂。细胞分裂顾名思义就是细胞一个裂开成为两个。那除了可以修补伤口之外，它也是小动物能够长大的原因。你看到一些小鸭子很可爱，它可是过一阵子之后它长大了。那为什么会长大？也是靠着细胞分裂。你看小鸭子它原本拥有的细胞少少的，那必须要靠着细胞分裂产生新的细胞才能够长大啊。问题来了，这个细胞分裂能不能像切西瓜一样，从任何一个地方把细胞切开成两半呢？我们切西瓜，切一切，大家分一块来吃，很开心。可是细胞分裂，我们说细胞一个变成两个，可不可以就这样子直接切开成为两个细胞？有些人可能说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有细胞核。对，细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构造叫做细胞核。如果你随便给它乱切下去的话，这细胞核会被破坏掉，细胞就死了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为什么不能够把细胞核乱切开？如果没有细胞核会怎样？为什么不能够没有细胞核？想一下啊，我知道了，它里面有遗传物质 DNA。对，没错，在细胞核里面有遗传物质 DNA，或者我们称之为去氧核糖核酸，这是很重要的东西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这 DNA 为什么重要？没有这 DNA 会怎么样？它是遗传物质啊，那它就不能够遗传。然后呢？讲到这个重要性的时候，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。DNA 有什么重要性？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。我先来教大家做一个程式。这套软体呢叫做 Scratch， 可能很多人在国小就学过了，可以学习写程式。那如果你不懂的没关系，我们待会会告诉你怎么做。那这 Scratch 它只要按下这边的绿旗，这个呢小猫就开始有一些动作。那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们开发出来教小朋友写程式的一个软体。好，我们现在给它按下去，没反应，这只猫没反应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它少了一些指令。好，我们回来看一下它这边有一个区域是让我们写指令的。那要写什么指令呢？比方说我要设定它绿色旗子被按一下的时候，它要做些什么？比方说让它移动100点好了，10点有点太少，看不出来，100点好了。好，那这样子，我们给它那个指令之后，按下旗子，绿色旗子按下去，它真的移动了。所以一开始这只小猫不会移动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它指令啊，它就傻傻的待在那边，它不会做事情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它了一个指令。那你说老师，这个小猫就只能做这样子吗？其实不止你的指令给它稍微复杂一点，它就会做比较多的事情。比方说，我们如果再给它一个说 hello， 好，那它除了会往前走100点之外，它还会说 hello。你看，说2秒之后就消失掉。它就会依照我们给它的指令来做事情。那你给它的指令越复杂，比方说我原本已经写好的一个，你给它的指令越复杂，
好，那它就能够做越多的事情。我们看到这边有2只猫，然后一只黄色，一只绿色，然后又有2个方块，然后上面有一些字，这到底在做什么？这其实是在一个解密哈。我写资讯课的时候写给我们同学用的一个解密的小软体。那怎么进行呢？我现在这边有一些看不懂的字，我要让它解密，当然也可以加密了哈。OK， 好，那我按开始。它就一只小猫是专门负责加密的，一只小猫负责解密的。我现在要解密，那这次解密的数字是多少呢？我当时是用5 ，OK， 好，输入5，然后就解密出来。哦，原来这看起来像乱码的东西，原来是英文的 Hello 啊。那你说老师，你这是怎么来的？这其实是以前罗马一个将军叫做凯撒。对，就是你听到的凯撒大帝的那个凯撒，他所发明的最早的加密系统，它其实就是用一个固定的数字，然后把一些字母加，比方说 H， 我刚刚是用5，对不对 ？H 加5就是 M， 你看它把26个字母从1编到26的话 ，H I Z K M 有没有？加5的话就是 M， 好，就是每一个字母都这样子转换。那刚刚是解密嘛？那当然也可以加密啊，好，那我要擦掉重来。好，这边我先把我要的加进去。好，我现在已经输入完成了 Hello， 那我现在要做加密。好，那选择加密。我们比方说加5好了，好，就是我刚刚得到的结果。那当然这边可以字串再多一点，那当然又更长没问题。那这些事情怎么完成的呢？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指令，告诉他要做些什么事情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这程式它就依照我们的需求，然后帮我做的这些事情。那我们这个加密解密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，就是对照一个表，然后比方说 H 加上5啊，从 H 加上第一个加1就是 I Z K L M， 加5就是 M 哦，所以加密出来就是 M 这样子。那1呢加5就是 Z， 这样子一个一个来做。那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让程式来做，它做的就是靠着这些指令，我们写了什么指令，它就依据我们的指令来做事情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跟我们的 DNA 有什么关系呢？各位 ，DNA 就是我们细胞的指令。我们刚刚讲说 DNA 有什么重要性？各位 ，DNA 它就是预存在我们细胞里面的指令。所以，如果细胞里面这个指令不见了，就像一开始那只小猫没有任何指令的时候，这个细胞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啊。那小猫不会怎么样，小猫不会做事情，不会怎么样。但是我们细胞不会做事情的话，就会死掉，因为我们细胞要活下去，要有能量啊，要有一些事情，它要做一些事情才能够活下去。当 DNA 不见了，细胞里面 DNA 坏掉了，不见了，那就没办法活下去啦。那 DNA 到底做了哪些指令呢？它这些指令告诉我们啊，你该制造蛋白质啦，比方说制造一些酵素啦，或者该组装一些蛋白质来修补我们的细胞啦。所以没有这些指令的话，细胞就活不下去了。好，那因为这个 DNA 它上面是指令，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基因改造生物啊？因为它是指令嘛，所以可以去修改。就像我们那个程式，我们也可以修改。我一开始不是只有让那个猫走100步吗？后来再让它多加一句话，再说一句话，这样子对不对？指令是可以修改的，所以 DNA 也可以修改。当然，这张图有一点误导DNA 很小，在细胞核里面，其实你根本看不到它。那我们这一张只是一个示意图而已。好，那因为 DNA 它是指令，然后呢可以告诉细胞要做什么，所以你如果能够拿到一整套的 DNA， 在细胞核里面的这 DNA， 细胞核里面的 DNA， 你能够拿到一整套的 DNA， 理论上我们就可以利用细胞核来复制出一只生物啦，对不对？这也是电影《侏罗纪公园》里面的原理。他们就是从这个琥珀里面，然后找到一只蚊子，然后这蚊子呢可能有恐龙的血液，它刚好吸完血，然后就被琥珀给封起来了。
所以呢，电影里面他们就找到这个蚊子，然后抽出它里面的血，然后就做出了恐龙，就让恐龙出现了。OK， 这是理论上可以，但是当然实际上很难。你也知道那个血会坏掉，对不对？好，经过那么久，那里面的 DNA 可能早就坏了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制造不到目前为止只有电影里面有，但是制造不出来的原因。但是你就知道哦，原来 DNA 就是指令啊，那难怪它这么重要。好，所以细胞分裂的时候不能够随随便便把细胞核给切开，因为你会把指令给破坏掉。好，这样子你就知道 DNA 的重要性咯。所以我们下次来讲这个细胞它是怎么分裂的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